是我给您买的。那我姐想不到的事儿，我不得替她想着点吗？上次英子回来就一再交代，这房子不能给他们。这个房子是学校分给我的，我有权决定。闹到现在这个地步，你让我怎么办啊？拿过来。反正你说破天，房产证我也不会给你，这房子有我一半呢。那我就把我这一半送给他们。爸，你胡说什么？怎么了？英子，你怎么这时候回来了？你回来的正好。你知道你爸要干什么吗？他要把咱们家那老房子送给刘明他爸妈。凭什么呀，爸？我当初怎么跟你们说的？不许再和他们来往，不许把这个房子给他们。你以为我愿意送给他们吗？可不是你惹的祸呀！你怪得着英子吗？啊，你自己脸皮薄，他爸妈到学校说你点闲话，你就绷不住了，非要把咱们家的老房子给他们，封他们的口，有你怎么办的吗？你拿过来。爸，不许去啊！你们今天要是敢把房子送给他们，我就磕死在这儿。你说这孩子，这个脾气像谁了？你看看，哎呀，你说说，你把人家赶出来啊，老两口没地儿住。今天学校领导都来找我了，爸爸是要脸面的人呐，道理你都知道，我们待人以德，是不是？啊，刘炳是有问题，但是和他父母没有关系。给我房产证，你把它给我！干什么呀你？你们知道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吗？你闺女都快被人逼死了，你还替害我的人说话。从小教育我待人以德，待人以诚，我得到什么了？如果我不是听你们的，如果我知道地方，我何以会被他们家人害成这样？刘明走以前，不光转走了我们全部的财产，他还背着我借了500-600万的私人贷，500-600万。他背着我把我们俩的房产做抵押，从银行贷了1000万，就直接转到美国去了，带着别的女人一起生活，而这一切让你们的闺女承担。现在所有债主都扑过来了，差点把我给撕了，房子被银行收走了，4、5家的私人贷围着我催债，他父母都知道这些事情，就这么害我，你还待人以德？他们是人，我不是人是吧？英子，英子，有此理！告诉我们的。我跟你们说这些干什么？我跟你们说了，只能让你们着急上火，最后你们俩都倒了，对我有什么好处？跟他们这样的人犯不着。这两个老家伙，竟然这样欺负我的闺女，我让他说理去。爸，他算账去。爸，你别去了，爸。爸，我现在已经弄得差不多了。他妈妈要是一个讲理的人，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。你们别去了，你们去了只能有失自己的身份，还把自己身体给气伤了。如果你们俩再气出什么好歹，那我就真的不要再活了。你爸就是鱼，你说你这时候你还管他们那2个老狗干嘛呀？先管好咱们闺女儿。没事嘛，我京北没房子人多了，不差我一个，啊。而且啊，我跟那些私人贷的债主已经达成协议了。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那些剩下的钱拿回去，然后我再把我那辆车卖了，就一次性都能还清了。银行那房子，顶多就是收不回来了，但不会产生新的债务。别怕，只要还有口气儿，一切都能解决。
爸妈，最难的时候都过去了，我罗英子再重新开始就是了啊！咱们别再跟他们家人来往了，我也不希望再节外生枝了。您放心吧，刘明儿他怎么吃进去的，我将来让他怎么吐出来，我会让他们家得到他们家应有的报应。刘明的妈，爸，你还有脸来电话？我这个别生气。喂，是我，怎么了？我回我们家有什么问题吗？我告诉你们，别想了，准备收拾东西，再次搬家吧。真不要脸，还好意思来电话。爸，你怎么了？老罗，赶紧去拿药啊！去拿药，等着。没事啊，我们到医院了啊。哎呀，真对不起啊！你看，在这种时候还给你添乱。爸，您说的什么话？您都一把岁数了，还为我的事着急成这样。自从你出事之后啊，我就一直在想一个问题：中国的家文化也有不对的地方，一家之内无对无错，一家之外皆为他人。刘明算不上有出息，可是我觉得人还是靠得住的。所以，当时我把你交给他的时候，我还是放心的。可是万万没有想到，他怎么能做出这种事情来？爸，您别说您想不到了，我天天和他生活在一起，我都没想到。就算他给我上了一课吧，如果不是对我做这么绝，我可能也没有成长这么快了。我女儿长大了。爸，其实我在外面已经很少哭了，就是见到您和我妈，这眼泪就止不住。爸，我以后在这世界上，就只有您和我妈了。为了我，你们俩也得保重好身体，别再这样了，太吓人了。我会的，我和你妈都会的。不用不用，妈我来，挺沉的。我可以的，妈来。哎呀，哎呀，英子，日子都是人过的，只要你努力啊，肯定会越来越好。就算是万一碰到什么不好的，你就回来，有爸妈呢。妈我来。妈，你们一定要好好的。只要你们健健康康的，闺女就有个家，就算被人欺负了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所以你们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啊！我走了，妈。放心，爸妈永远守着你啊！保重身体，妈。注意安全。好，您回去吧，妈。您回去吧，妈。
瑞哥，朋友，自身群众又来提供线索了。吃早餐了吗？分你一半。不用，你吃。啊，我听说你们又办了一个抢劫杀人案嘛，我过来看看，犯罪嫌疑人用不用请律师？什么嫌疑人啊？我们都布控1个礼拜了，当场就给摁住了，就是罪犯。瑞哥，说话得注意点，只要法院没宣判，人家就是嫌疑人啊。你怎么说都成，等到时候移交了，你再想着怎么挣代理费。成，没事了吧？我走了啊。等。吴航，吴航，可真行啊！这案子比我还上心。不是你们不紧不慢的，我这代理合同没法落实啊。我前后花那么多时间精力，我不得挣钱吗？咱这关系真的，你给我透露一点，让我有点盼头。跟你说了，我就违反纪律。警察办案肯定是事无巨细，该排查的人也都排查了，该问的也都问了。那怎么就把这吴航的嫌疑给排除了呢？还有不在场证据吧？是不是？这事儿你就别管了。嗯，我走了。别，我知道你没有纪律，我说你听着行不行？行吧？我这两天看了钱爱莲的这个卷宗，发现这尸检报告里边说，凶手是左手持刀杀人，这也是你们锁定王大福是嫌疑人的原因之一吧？那现在既然排除了吴航的嫌疑，也就是说，他惯用右手，我推理对不对？说话呀，哥！不是，你这真行。哎，罗小姐，哎，我看咱这车好像也没跑多少公里，是吧？对，这个也就跑了不到3万吧，这个就更新了。正好开的时候了，这卖了可惜了嘛，这不？嗨，没办法，家里有点事儿。师傅您开个好价钱吧。马路杀手，哎，哟，你呀，怎么你也破产了？怎么会呢？我日进斗金，我打算把我这车卖了，买辆更好的。哎，罗小姐，谢谢了，谢谢了。你这前面这不是原车期啊，这得折价呀。罗小姐，刚才给您的报价就是我们能给的最高的价钱。您这个车况是挺好的，也没跑多少公里，但没办法，市场就这样。就算您1公里都没跑，这车到您手里，这就是二手车。您要是觉得价格不合适，要不您去别家先问问。算了，我同意，咱们签协议吧。哎，行。时间。啊，好，我知道。罗小姐，认识我们经理？不认识啊。是这样，我们经理刚才说了，在这个的基础上，再给您加5万块钱。您认识那个人吗？啊，跟我们经理说话那个，那是我们车行的律师。行，那我们就签协议吧。谢谢你们经理啊。好。哦，您的手续啊，今天办不完，明天啊还要再来一趟。真臭，什么样呀啊！瞅瞅你们几个，天天打牌。妹呀，高兴点。你于哥，梅哥，你那个男人太不是东西，办的这叫人事吗？谢谢你。你李哥，妹子，别轻饶了他，休打官司，我们哥几个都给你作证。好哥，梅子，你多保重，以后我们就是朋友了。以后需要钱的时候给我支一手，利息保证比别人低。不敢不敢。爽快。你华哥，妹子，有事说话啊。哥几个大点声，钱收着没有？收到了。九律，合同收到没有？哦，收到了。行了，今儿这事儿到这儿就了了啊！晚上我安排。最后一项，拍照留个纪念。行，九律，你拍。来，过来，来。
别走，妹子，你的，这钱不你出的吗？你站中间，来，别啊！慢点啊！哎，慢点来吧。哎呀，英子，你这社会贷款也算解决了。看看，你以后也是有大哥罩着的女人了。不是，你看这像被罩着的人吗？这跟被绑架了似的，特别怂。现在我们新能源有零首付活动，我知道，我就奔这来的。罗小姐，我们贷款有1到5年的，您看你选择哪一种？哦，不用看了，我5年那种就行。啊，还有一件事儿，现在白色那款没有现车了，您看红色，您要不要考虑？就红色吧，就这台吧。好的，马上为您办理。这义无反顾的信徒，心无旁骛，可总会有弯路，多一些照顾，黑夜只是青春的雾，接受一切苦味重来，我有我的明天等待，会不慌不忙。早，走。变样了。早，走。早，来了。早，小田儿早。走。哎，老英子，你回来了？回来了，你没事啦？没事啊。你今天好漂亮呀！还行吧。明天过去吧啊。嗯。怎么样？天哪！你的卷宗，你不怕他们说你招摇啊？怕什么呀？老娘就得体面的活着。走了。可这么看着我行不行？行不行？200万啊，我就出谅解书，那刘大怀就能逃过一死。不，你这当事人多重？80、90，合着多少钱一斤啊？那是您德高望重，这话怎么能从您嘴里说出来呢？人的生命是无价的。啊，那你跑来跟我说什么？这不跟你聊这价钱吗？这。嘿。哎，您好，那个一杯日本式。牙花子都看见了。没有，是转过来，转过来，真是把嘴合上。日本式。哦。韩主任，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最近家里那事儿刚处理完，我就说回来上班来了。陈律师好。好，哎，车真漂亮，红色的，艳。那不托你福吗？让我处理2辆破车。不是你今年请假加起来有7、8天了吧？那个，但是我工作上不是没耽误吗？您交给我那些案子不都在家里做了吗？好。那韩主任你们先忙啊，我就不打扰了。拜拜。死要面子活受罪，就该让私人大夫逼死。什么？这你不知道吗？什么呀？她老公搂着小三儿跑了，给她流了一屁股的债。哎，不是，你应该知道的呀。那房子不是你替银行打过去的吗？我是说，这哪像背着一身债的样子呀，是吗？这种人死要死得漂亮。没好套，你着什么急出院呢？哎，你看，医生都同意了，你看我现在怎么样？你也得好好休息。哎，你看这有学生还真好，
哎，他们真帮忙啊！老师啊，我们是直接过去吗？同学们都在等着呢。我先回趟家，去取点东西吧。哎，好。你刚出院，你要干嘛去啊？去下老房子。今天呢，我要为咱们女儿办件大事。好，你们都来了。嗯，好好。英子，别说话啊，你好好看看，你爸今天要跟你干件大事儿。哦，摄像机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刘教授，全程录像。通知派出所了吗？通知了，他们一会儿就过来。到那之后呢，我是先礼后兵，我先请他们出去。如果他们不出去，你们就把他抬出去。好。但记住啊，千万不能冻伤他们，而且语言和举止都要文明。听见了没有？听见了。谁呀？来了。哎，亲家，快进来，来，老刘，亲家来了。好，这个来了，快请坐。坐。请你们不要侮辱亲家这个称呼。亲家，哟，这是干什么？啊？刘一丁先生，岳秀琴女士，啊，鉴于你们一家对我女儿的恶劣行径，现在我要收回这所房子的使用权，请你们即刻搬出我的房子。哎，这讲不讲理了啊？我说亲家，是你女儿把我们在京北的房子给卖了，我们没办法才住到这儿来，对不对？你和我女儿的纠纷，这我知道，今天不说，你们自己去处理。这个房子的所有权是我的，请你们即刻搬出去。切，哪有这个道理？这，我是亲家，啊不，罗教授，我们是多年的朋友了，对吧？即使让我们搬，是不是也应该给我们点时间呀？就是，我一天都不想等了，请你们即刻搬出去。没门啊！你让住就住，你让搬就搬，凭什么啊？我就不搬！你把我抬出去吧，我就不搬。怎么着，亲家母？你说句公道话呀，拍什么拍呢？啊！岳秀群女士，我告诉你们，这个房子的使用权是我的，我想让你们住你们就住，不想让你们住就不准住，请你们即刻搬出去。不搬就是不搬，怎么着吧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把他们请出去。不讲理了还干什么？啊！你们干什么？干什么？不能这样，有话好好说。干什么？来人呐！要出人命了！怎么这？要出人命了！这不是这样的啊！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太不像话了！讲道理，你们太不像话了！太不像话了！干什么呢？怎么回事？你看看啊，他们这么多人非法侵入我们家。警察同志，我叫罗炳文，这个房子是我的，这是产权证，您看。我现在呢，不想借给他们住了，想请他们搬出去。他说的是事实吗？这个房子是他的，可是他女儿把我们在京北的房子给卖了，我们没有办法，所以才住到这儿来的。京北的事情你找京北的警察，我们管不了那一段。房子是人家的，人家不让你住了，你就得搬出去啊。那可是，
那不能说轰我们就轰我们，我们里面东西都没拿呢，也得有个时间吧。东西。先生，你的房子既然不让他住了，那东西让他搬去。警察同志，您先别走，您看着他们把东西都搬出去，您再走。罗教授，能不能再多给我们1个月的缓冲期？我1天都不想等了。如果你们不搬，警察同志您作证，我就要封门了。不，马上搬。今天谢谢你们了，回去吃午饭吧。哎，中午加一个菜，用我的卡。谢谢老师。走吧，那吃饭去，走。再见，师娘再见，再见，谢谢啊。师娘，我先上车等你们。哎，好。老罗，你快过来，你在拍什么呢？闺女一直看着你呢。啊，哎呀，爸，英子，你身体好些了吗？我好多了，你看看。爸爸今天啊，把刘明的父母亲啊给请出去了。我找了8个学生，40抬1个，给抬出去了。不啊，对，19个，还有一个全程摄像啊。我怕他们以后啊会乱咬我们。我看见了，爸，我全看见了。爸，我打今儿起啊，我谁都不崇拜了，我就崇拜你。爸，我爱你。爸爸替英子出了一口恶气，爸爸要收回以前教育你的一句话。什么话？以德报怨。当然了，爸爸也不希望你睚眦必报。爸爸希望你啊，以直报怨，啊，用你的正直、勇敢，去对付那些无耻之徒。听见了吗？我记住了，爸。嘿，戴个墨镜又不是盲人，怎么还不认人呢？上车。我不与流氓为伍。就为房子的事儿，你至不至于啊？咱们大家都是法律人，还不明白各为其主的道理啊？有事儿跟你聊，上车。开门。可以，当你靠垫都成。来。来吧。刚买的你就坐，多幸福！陈律师，各为其主是不错的，但出违法的主意，那就是缺了大德了。不解释。别那么冷淡，给你讲个故事。听。这故事跟你有关系。跟我有关系。你的事儿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不会是又想着帮银行怎么害我的吧？被害妄想症晚期了，你没救了啊！开始了啊！有一个青年啊，年少丧父，自己的母亲呢是一个老师，从小吧就把他当五好学生一样去培养。这孩子也是争气，学习成绩特别好，为人谦逊。而且自我约束能力特别的强。这么说吧，看到前面的红灯了吧？估计他20岁之前都没闯过。可是呢，自从他离家上了大学之后，整个人就彻底的变了。旷课、
挂科，抽烟喝酒，去夜总会，而且还追夜总会的小姐。他用自毁的方式来对抗他妈妈。哎，我也这么想的。你也这么想的？那算了，肯定还有别的原因。哎，别呀，和著名的陈硕律师有相同的判断，你一点都不丢人。罗女士，你听我接着给你讲。他呢，欠了一屁股债，为了还债吧，他居然去兰亭雅舍这样的地方去当，你懂的。你在调查那个案子啊？没有啊，我就是爱八卦而已。你继续听啊。他虽然在那儿只是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可却在这段时间里边，他邂逅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女人。还认识了钱爱莲。是，而且他去钱爱莲打工的餐馆去打工去了。那肯定是追着钱爱莲去的。但如果他是你说的那个人的话，他怎么可能忍受去饭馆打工挣散银子呢？所以啊。那警察调查过他吗？我找我公安口的同学了解了一下，他们没给我明确的说辞。可是呢，我看了卷宗，卷宗上面写的是凶手是左撇子，但他不是。然后呢？然后就是我这人爱推理，我就想啊，这钱爱莲啊，应该是一个郁郁寡欢的女孩。年少的时候，因为哥嫂的关系，没有继续读书，早早辍学，就跑到社会上来混，沦落风尘，肯定很压抑一个人啊。那他跟之前的这个男生，两个压抑的人在一个风月场所相遇之后，他们会发生怎样的故事呢？他们的情感又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？这个极端的男人会不会吓到钱爱莲？而钱爱莲呢，他究竟怕的是哪个男人？而你跟我说这些是干什么的？那你觉得我跟你说这些是干什么呢？你勾着我去调查呗。我告诉你啊，钱爱莲是你的当事人，她不是我的。笑什么呀？那个上次在停车场，我跟老薛，你能看出来我俩是想坑你是吧？我傻呀，就你们俩一唱一和的，跟唱二人转似的。你以为姐会上当吗？姐？什么姐呀？傻的姐吧？陈律师，请你放尊重一点啊。你刚才说的那些都是你调查来的？啊，要不然呢？我是律师，我不是警察，我在家待着，谁给我提供线索？所以你就处心积虑的给我挖了一坑，结果你自己先跳进去了，是这意思吧？像是，不是，我就是好奇。我觉得这事儿吧，只要我想起来就心痒痒，我想它有个结果。好，同志，革命尚未成功啊，年轻人继续努力。前面右拐你给我停就行了。不说回律所的吗？还有我没跟你说完呢，我没有当福尔摩斯的瘾。右转停车，我还有事要办。还要去哪儿送你们？陈律师，不管是不是你说的这个人。那个凶手此时此刻正在自鸣得意呢。你要是找不着他，他就看不起你。还记得当初我跑王大福那案子，你怎么嘲笑我的吗？您是大律师，不是警察，坐在家里或者跟我磨嘴皮子，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线索的。继续加油吧，陈律师，我看好你啊，或者等着看你笑话。什么意思啊？看我笑话？哎，你好，哎，大手，来了啊，有个退休假。哦，行，好嘞。哎，慢点吴，东西摔坏要给人赔钱的，小心点啊！哎。我这两天看了钱爱莲的这个卷宗，
发现这尸检报告里边说，凶手是左手持刀杀人。那现在既然排除了吴航的嫌疑，也就是说，他惯用右手。魏老师，你去前爱莲打工的餐馆再查一下，吴航上次打架是谁把谁打的，有没有受伤什么的？姐，今天下班挺早啊，路上不堵。饭好了，洗手吃饭。好。兰兰，咱们家怎么有股烟味儿啊？还有啊，我都晾半天了。有人来啊？也没谁。那谁，周老板啊？周老板来我家干嘛呀？不是，他怎么知道我家在这儿的呀？不是，我不在家，他干嘛呀？干什么呀他？是这样的，姐，我上次我不就说要给周老板，买点东西谢谢人家吗？然后我就给他买了点东西，去看了看他，还顺便托他给我弟找了个工作。结果人家真是人特好，就给我办了。今儿来告诉我信儿的。姐，你赶紧洗手吃饭。不对，兰兰，等会儿。先不说你这个事儿做的怎么着啊，就是如果你让他帮你办事儿，那他要给你回复，给你打个电话不就得了吗？那干嘛非要来我家呢？那我不是谢谢人家吗？就请人家中午过来一起吃了个饭。反正姐你中午也不回来，我不影响你。兰兰，你这样就做的就不对了。我不在家，你怎么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就把别人带到我家里来呢？姐，不是你之前一直说谢谢周老板，感周老板的恩，那我请人家来吃饭，你还不愿意？两回事儿。我感谢周老板，并不代表着我要跟他建立紧密的关系，而且我跟他之间要保持什么分寸的关系，那是我和他的事儿。你在我家里，你不可以不经过我的允许把别人带到我的家里吃饭。我把姐姐当亲姐姐，姐你拿我当外人。兰兰，首先呢，我们俩毕竟是没有血缘关系的，对吧？但就算是我们是亲姐妹，那亲姐俩在一个家里面，她之间也有分寸的。反正张若兰，这件事情我不希望在家里发生第二次。知道了。王队下班了。哎，拜拜。哎呦，陈大律师，你这是接我下班啊？不美吧你？热心群众提供线索，你要不要？你说我。案发前1个月，吴航也在钱爱莲打工的餐馆打工。有一天晚上，一个客人喝大了，调戏了钱爱莲，这吴航就不干，俩人就干起来。当时餐馆老板呢肯定是说好了，不是人家吴航打客人，是客人用碎玻璃瓶割伤了吴航的手，人还跑了。老板挺差劲的，不想承担医药费。所以说是吴航打的，才把人给开了。你们可以去医院查一下就诊记录，当时缝了10针，所以案发的时候，吴航的右手没好呢。我能做的就这么多啊，不在场证据那是警察的职责所在，上点心。你够执着的。那没办法，哥不想被人看笑话，案子破不了，我们才被人看笑话的。行，走了啊。忘了，换车了，差旅费没少挣。走了啊。嗯。宝儿，你下来一趟，钱爱莲的案子有新线索，我们要出趟外勤。
你选择在城市生活，就要学会城市人的生活方式。城市是一个陌生的社会，人和人之间都是保持着距离和分寸的。就好比说你和周老板吧，你们之间不熟，也没什么关系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就请他帮你安排你弟弟的工作。那我就想问，这么大一个人情，你将来打算怎么还呀？城里我也没个人，我要不找周老板，我咋给我弟找工作？那就说明你在这个地方还没有立足啊！你自己都保全不了自己，你还想着别人，那之后会出麻烦的。俗话说得好，没那金光钻，咱就别揽那瓷器活。我最近工作其实挺忙的，我面临着转职业，要准备大量的材料，所以我也希望接下来的日子里面，晚上你就别打扰我。姐，你是不想让我学法律吗？你为什么这么想呢？家里的书不都让你随便看吗？那我又看不懂，你还不让我打扰你？你想学法律，我没阻拦你吧？但是我要准备转职业，我要准备大量的材料，我工作很忙，我也需要我自己的空间呀。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呀，城市人之间要保持着距离和分寸。我希望我们彼此都能有自己的空间。最主要的是，你说你让我敲出个律师来，我这也做不到呀。我也没那金刚钻。秦大哥，哟，哎呦，刘律师，薛律师来了，大嫂，坐啊！哎，吃饭呢这？哎，我吃了吗？哎呀，不吃了，天太热，吃不下。哎呀，我媳妇真说了，让我去找你们呢，说你这和陈律师这么一走，一点消息都没了。可能一点消息都没有，一刻都没闲着，累心呢，这跑来跑去的。你瞧，瞧我这鞋，这鞋都跑开线了。哎呦，还真是。你这跑啥跑的呀？这？帮助警察破案呗。你说现在人警察多忙啊，咱妹妹这案子又是陈案，哪有那么多警力啊？这不全是我跟陈硕俩人在跑，也总算没白跑，而且还初步的锁定了真凶。你们找到真凶了？你说我这个嘴呀，岁数大了兜不住话了。警察没破案之前，谁也不敢说这话。但我能跟你俩肯定的是，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近了。但是现在出事儿了，这么个节骨眼上，陈硕不干了。他条件太差，能听得懂吗？嗨，魏先生，这该说的吧，我也都跟他说了，但是他就想学，就想学。我想这爱学习也不是件坏事，对吧？技不压身嘛，万一能学出来点什么呢？行，事在人为，看他自己了吧。行，那就谢谢您，魏先生，我也会监督他的。那兰兰就拜托您了哈。哎，这一年不少钱呢，你拿得出啊？我爸妈知道我的事儿了。就成天的就给我打钱，
哎，你说我这都快30岁的人了，还在这儿啃老呢。行，你不苦，努力吧。哎，陈律师也不是傻子，咱们上次签那协议啊，即使是案子破了，也拿不到1分钱。那陈律师平时你说这个吃住行这么讲究的一个人，那谁能干这事儿啊？那不是干了半天白干吗？这事儿咱上回不都说好了吗？是啊，但那天的情况你俩都知道，陈硕能同意，那不是全是我鼓动他的吗？啊，那最后听你们签那协议，那多半也跟我赌气呢。这后来静下心来一想，不是那么回事儿。哎，但我说这个，你们俩可别质疑人家陈律师的能力啊！所有的线索都是人家跑的。我是觉得吧，咱们现在呢就得调动陈硕的积极性。哎，我跟你俩打保票啊，如果说陈硕继续的把这案子追下去，10有8九都能破了。我提个建议，你说。既然咱们上次的协议呢已经都完成了，那咱再签一个，啊，如果说这个案子破了，我们呢代理你们向这个凶手的家属要求民事赔偿。别，那照你这话的意思是，我们付的那2万块钱是白付了？大哥，那怎么能叫白付了呢？你这跑颠找线索，那这些工作我们不一点都没落下吗？咱们签个新的协议，如果说这个案子没破啊，或者对方无力进行民事赔偿，那咱们这合同就先放着。陈律师那边，我去做他的工作，你俩放心。但如果说呢，这个案子破了，我们又为你们争取到了民事赔偿，那你们付给我们律所30%。30？不行。是官价，你别吃了，你这大热天的，你给薛律师去拿个水去，快。还真有点渴。喝一个，哎。要不就答应他得了。不行，你这30%多少钱吧？还要不把线索给警察，这案子永远破不了。你到时候破不了，咱1分钱都拿不着啊！你看人家这鞋都为咱这事都跑烂了。弄啥你？矿泉水就行啊。啊，不喝甜的。哎呀，谢谢大嫂啊。薛律师，这样啊，这30%真的太多了，你看，15%行不行？选。说实话啊，这30%呢，还是我跟陈硕为你们2个争取到的。那陈硕的意思，就应该跟你们5-5平分。这样吧，大哥大嫂呢，你们也合计合计，我就先回去，咱们有事打电话呗，啊。我走了。等等，薛律师，签，这协议我们签。是啊，对，我了解的情况就这么多，反正跟2位警官呢，我这都汇报完了。哎呀，你放心吧，瑞哥，知无不言呐。哎，怎么样？我这次表现可以吧？能算得上是模范的热心群众了，是不是？是不是应该记一功啊？好啊，还有事儿，那个我那搭档老薛，对，这次的大部分线索呢都是他跑出来的，回头请功的时候是不是也得给他记上一笔啊？行，好的，咱回头联系啊，就这样。2位警官，我这儿知道的情况呢，反正都跟你们说了，你们还有什么其他想了解的？没有了，我们回去和王队汇报，尽快核实你反映的情况。那谢谢你了。哎，不客气啊，好，辛苦，感谢啊，再见。
阿叔，这么说这案子要破了，是吴航吗？应该没跑。那小子当时呢，跟警方隐瞒了他手受伤的情况吧？这本来不是什么决定性的证据，那你刻意隐瞒的话，不就说明你心虚吗？没错。郎瑞一定是找到突破口了，这就找人过来了解一下具体的线索。你看看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一开始就断定是他，成大事了。你断定？还有一事儿，我和秦家呀，把那协议重新签了一个。几经周折呀，民事赔偿的30%。哎呀，你可不知道啊，跟这两口子打交道，太累了，关键是累心。又诉苦，要不然这回咱就别28了，也别37了，咱们55得了。老薛啊，抢我的不服我服你。我找不着吴航的话，你签个新协议回来有什么用？是。55就55吧，反正是在正义面前呢，这少赚点我也没觉得亏。真讲究。我跟你打赌，今年转职业就一个名额。太少了吧，2个吧？那不可能，一个。赌什么？赌奶茶。最多顶天了，他只能过一个，肯定。开多久了？40分钟。40分钟啊，这么久啊？每年都这样。哎，够严格的。你面和材料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啊，正准备着呢。所里今年又把申请的条件提高了，每个人要参与办理5个案件，给所里盈利5万块钱。你不愁，我们呢？老韩拿我们当流水线用，还甭说案子了，盈利那是不可能的事儿。哎，你说这所里也真逗啊！一实习律师根本就没有独立办案资格。对啊，5个案子怎么衡量啊？就老韩那样，5万块钱他们给啊？真逗，这不刁难人的吗？可不就是刁难人的吗？你以为他们那么愿意让实习律师轻松转职业？不可能。一转职业，5险1金基本工资都得提高。干活没有以前听话，创造的价值呢，真的就比实习期间要高吗？我看不一定。虽然是这样啊，但这可是关系着每一个年轻律师的前途呀。我觉得老律师的前途更重要。以我的经验，转职业的年轻律师绝没有实习律师用着顺手，那帮都是白眼狼，一转职业就觉得翅膀硬了，不单干那就算有良心的。老韩呐，您去年没让手下转职业1个，您够狠的。你这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不让这些年轻的实习律师转职业的话，人家会说咱们良政所不培养年轻人，以后招人可就难了。去年1个都没让过，可不呗。一共提名就提了2，其中1个还他大侄儿。听说啊，老韩亲自跑到合伙人会议上，第1个举手表示不同意。他大侄儿也去了别的所，白干3年。不是，他总不能就永远这么大量手下吧？所以我估摸着，今年怎么着也得有1个，要不然太说不去了。我提醒你啊，柚子，我们是肯定没戏的，但你得注意，秋华要过1个，肯定是他。为什么？助理呗。我来说一下啊，各位，我看了一下这个面核的名单，我觉得符合条件的人数也没几个。我呢没有自己的徒弟，我说话就比较客观。我的意思呢是让所有人都参加所里和律协的面核，如果他们通过了，就让他们全过，好不好？方律师，您这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我手下有5个都符合条件，让他们都过了，我一下子就要多养活5个人，
我那刑辩部是养老院呀，还是福利院呀？韩律师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你手下居然有5个符合面核条件的人，那间接说明你的办案量跟劳动量有多大呀？如果你让他们都转职业，那你的队伍岂不是更加壮大了？哎，那你怎么不让你的手下那全转职业呢？啊？好了伤疤忘了疼啊，小陶。6年前转职业你忘了吗？啊？我手底下4个我没拦着，全转了吧？怎么样？啊？4个全跑了吧？都离开了量程所，林总还撬了我3个案子。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。忙呢？准备转职业的材料呢。哎，对了，我正想找你呢。你那边银行那个案子的传票已经下来了，开庭日期也很近了。我们猜，估计是银行担心一旦离婚案子的结果对你有利，很有可能会影响到这个贷款的事实认定，所以他们一直催着法院尽快开庭呢。不用说，银行能干出这么缺德的事儿，绝对是那陈硕出的馊主意。不是，我觉得这大哥也挺逗的。哎，我是刨他们家祖坟了，还是砸他们家大锅了？他怎么对我这么大仇恨呀？估计是职业行为吧。不是秋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现在这个有点更年期前兆，心慌。我这案子事儿，我都想不起来了。还有事儿啊？我听说今年所里这提报，这转职业的这个标准又提高了。没有吧？跟去年一样。5个案子，只要师傅办的案子上面有你的名字，就算1件。我逼着韩主任在我帮他办的案子上面署上我的名字了，所以就算是按标准，我也够了。那还挺好的，韩主任对你不错。你什么意思？啊？什么意思？不是就聊天？你不是说他都给你署名了吗？我说挺不错啊。那你帮他办的案子上，他不也署上你的名字了吗？那他必须给署我名啊！这活儿都是我干的，他凭什么不署我名？哎，我听说啊，他一直打压手下，不让人转职业。反正我不管，今年是死是活，我都必须转职业。我的情况你最了解了，我也活不下去了。就这点破工资，哪够交我那房租的呀？都是靠我那卖房子剩下的钱。反正我今年必须转职业。你跟我说这些干嘛？我听说他只给1个名额，秋华，我不想到时候咱俩争得你死我活的。你知道什么叫没法活吗？你起码有自己的车、自己的房子，背后有可以依靠的父母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这1年就靠不断的办信用卡，不断的透支，拆了东墙补西墙活的。我今年也必须转，哪怕跟你争个你死我活。你是不是理解错我的意思了？我不是这意思。哎，别收了啦，就这张卡，别让我管不着啊。但是我想的是，咱俩今年必须逼着老韩再让他多给1名额，你和我都给过。老韩这人油盐不进，够呛吧？怎么就够呛啊？谁比谁智商低啊？没事儿，我来想办法，你到时候配合我就好啊。哦，对了，今年如果咱俩都转职业，咱俩出去搭档单干啊。你好好想想啊，不着急，慢慢想。这5个可都是符合条件的。如果你不让人家参加面核，这不是明摆着打压人家吗？我觉着所有人都得参加面核，至于过不过，你不是在考评组吗？什么意思？哦，你的意思是说，在所里面核的时候再让我打压他们是吧？让他们都记着我，让他们恨我。
你给我拉仇恨呢？我可没这么说啊。考评组的每个成员都是秉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对吧？我和韩主任想的不一样啊，我觉得手下的律师多，那干活的人也多，创造的效益也很大嘛，是不是？我手底下有3个符合面核条件的，我同意他们都上。哎，黄律师，这事儿咱得慎重考虑。单律师一下过仨，我的手下符合条件的只1个，再怎么全力推也只能过1个。哎，人家过仨，我过1个，让我手下那些年轻人他怎么想？哎，我有个主意啊，咱们对外不说，内部掌握。1个部门就过1个，下一次集中报审的时候再过1个，咱给他树一个目标，让这帮年轻人还有一个努力的动力，多好啊！大家要几个呢？我不管，我手下人比较多，办案量也比较大，我就让他们过1个有点说不过去。我呢，最少要2个名额。搞特殊啊？韩律师，我觉得你手下人手也挺多，你也可以要2个。我不要。啊不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这帮人在打压年轻人是吧？哎，我可没这么说。哎呀，你俩就别争了。陶正那儿人已经不少了。再说陶正还是管委会主任呢。这样吧，陶正，你那要2个，事务部、管委会各1个，这样总可以吧？不知道这是又打成了什么交易。每次这种事儿，都是所里几大派系合纵连横，明争暗斗。韩主任，您叫我。哎呀，你再陪我打一局嘛！啊？你现在后半夜了还不睡觉？我不早跟你说过了吗？叫你再说。哎，你先睡吧啊，我一会儿再跟你说。怎么了？你坐这儿。啊，行。那个，哎，你这实习期也要满了，你这次参加面核吗？我操那个劲干嘛呀？我1年1个案子也没办，合什么呀？再说了，那多累啊！嘿，哎，你不当律师，你跑律所来干嘛呀？我又不是自己想来的，我爸逼我来的。国内这些律所就没有一个不无聊的。你说说看，这些人一天天就知道赚钱赚钱，一点理想和抱负都没有，真无聊。哎，那个，我想让你帮我个忙。什么？我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，就这次面核，所里都怎么打算呀？打算几个人过？行，我去问方律师。哎，别，你要问，你也得问陶律师。陶律师？为什么不问方律师，去问陶律师啊？只是一种感觉。我爸介绍的案子让陶律师给接了。
行，我去找他去。行，那我走了啊。哎，温子，你是不是想今年转职业？我帮你啊。你打算怎么帮我？我逼他们给你投票。哎呦，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帮我自己吧。你就帮我去打听打听，但是别替我说话啊。行，走了啊。哎，我先走，你晚点再出去啊。行，谢了。志华，这次实习律师转职业，咱们刑辩部就1个名额，我准备给你。谢谢韩主任。哦，您让我写的辩护词我写好了，拿来。九啊，我这么疼你，你怎么敢谢我呀？您是我师傅。可师傅也是一个正常的男人，也是有感情的呀。九啊，我让你过，你怎么敢谢我？那师傅的意思呢？师傅的意思你早就知道。九啊，我是真心喜欢你，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除了名分不能给你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你还怕没有前途吗？师傅希望我做什么？今天晚上，今天晚上干什么？今天晚上在一起。喂，顺华酒店吗？哎，你好，你好，那个我想订一间房，大床房，免贵，我姓韩，那个房间号是，啊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啊。顺华酒店302，今晚8点。罗英子啊，是的，我一会儿给你拿过去。啊？我一会儿给你拿过去。啊，好。好了，哎，真是。你一个胶水都给让我帮他拿，快进来，把门关上。我关上，我关上。我给你打听来了啊，怎么了？哼，刚开始还不想跟我说呢，也不看我都有刺探技巧，被我3问2问问出来了。你们部那个韩之通真不是东西，这我知道。然后呢？但你不知道的是，连陶正都给手下争取了2个名额，
他不要，他就要一个。他们会让所里所有符合资格的都去面核，但是最后所里考评的时候，哎，就剩一个。行，我知道了，夏叔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哎，老韩就要一个名额，他能给你吗？估计不会。我去找王力宏，他肯定能让。算了啊，别跟我俩仇恨，我自己事儿我自己来就行啊。夏叔，我走了啊。好。罗云子啊，你有事尽管找我，全律所我最，找我就行啊。好。你怎么了？谁欺负你了？没事。那我先去找他啊，一会儿出来跟你说。师傅，哎呦，对不起。没办法，律师就是这样，说走就得走。对，我开车，我会当心的。老婆，哎，我想你，你也想我哦。嗯，等我回来。进来。师傅，抱歉啊，我这一着急就推门就进了。有事儿？啊，对，我是来跟您这儿询问一下那个实习转职业的事儿。我的情况您也都知道，完全符合这一次转的条件了，而且师傅也是对我有过承诺的。有过吗？我怎么不记得呀？小罗，好好工作，该来的早晚会来。师傅，你忘了？王大福的案子，您可是答应我的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但我不想骗你，小罗。这次转职业僧多粥少，我答应争取，但我不能保证。比你早进律所的那么多实习律师都没转职业呢，你先安心工作好吧？师傅啊，我也不是想跟别人比啊。您看这一年，我给您协助了6个案子，还有像王大福这样的，很有可能判死刑，最后是无罪，这种有重大影响力的案子，那要真要跟别人比，谁做到了？就从您对我的了解，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说，您都应该让我转吧。你这算是威胁我吗？名额少，就算进了面核，通不过你又能怎样？名额是可以争取的，但是我今年必须得转。你忙吧，我先走了。小玩意儿，威胁我？谢谢。刚才为什么哭？没什么，就是一时郁闷。自从我经历了那么多事儿以后，我就突然明白了一道理：哭没用，
只能在那帮混蛋面前露怯。人活在世上，遇到事儿，最终只能自己救自己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，英子。我已经约好他了，晚上见。你好，我订了房间，安之通。是这样的，先生，因为您订的比较临时，我们现在只剩下没有窗户的房间了，不知道您能不能接受？能接受，能接受。好，那我帮您办理入住。活动前半小时。哎，到哪儿了？不来了？你玩我呢？你还想不想转了？见什么客人呀？啊，赶快！王大福，这个情人白菜上了没有啊？上了呀，我记得客人还催了好几次了。你好，218房间在哪里？啊，我带您去吧。啊，谢谢，请。喂，罗小姐，您请的客人到了。不是，你给我说啊，那3万块钱到底去哪儿了？哎，我跟你说，这狗改不了吃屎。好，谢谢。我早知道就应该让你们公家把他给枪毙了得了。不是你这是什么话？你整天疑神疑鬼的，你也不怕人笑话？等会儿，您先消消气。孙女士，您怀疑您爱人王大哥在外面找女人了，这给有证据，您有证据？这还需要什么证据吗？啊，两位妹妹，我不怕你们笑话，就他在里头，我一个人在外头，这辛辛苦苦打工挣钱，好不容易攒了3万块钱，人一出来钱没了。你说这3万块钱干嘛去了？他也不是咱我都跟你说多少遍了，我那钱我给人韩律师了呀。那韩律师说了，给咱打的是那个法律援助。什么叫援助？那就是无偿的，不花钱的。这个我给说清楚啊，王大福，我们这可是法援案，法援案是无偿援助的。但我这个命，
是你们救的吧？这咱做人得知恩，咱得图报。不是我出来以后我就找那韩律师了，人韩律师也说了，说这办这案子不容易，自己还贴了好几万块钱。那你说，人家话都说到这儿了，咱也不能不懂事儿啊。所以我就给拿了3万块钱。你不能信口雌黄啊！你要对你刚才说的那些话给负责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你正在指控韩律师什么吗？别说是法院案了啊，